在过去治安的世界，我们总是在讨论如何加固公司的大门，也就是企业的机房的防火墙和 VPN 的入口。但是混合办公跟云端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讨论一个问题：公司的大门应该还盖在自家的机房吗？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延伸到云端上面？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关键架构的转变。传统 VPN 都把所有的压力集中在企业那扇脆弱的大门，而 SASE 则是巧妙地将企业的大门分散到全球的云端，并让每一个员工都开启一扇专属的 VPN 通道。这一集我们要彻底解析这个入口转变，如何转移这个攻击的风险，并深度讨论 SASE 的灵魂——零信任网络存取 （LTNA）。是如何从根本的逻辑上提供这个远超 VPN 的安全性。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Eric。这个节目专注于将复杂的治安议题转化成你能立即应用的商业洞察与实战策略。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请帮我们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看到我们，请按下5星好评。让我们开始吧。入口的战争与哲学的对决。第一部分我们要讨论传统的 VPN， 它其实就是把压力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堡垒。传统的 VPN 架构就像你在企业的总部门口前盖了一座唯一的入口吊桥，所有的人都要从这座桥进出。这个设计呢，在今天带来了2个致命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脆弱的单一的入口，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入口只有一个入口，那骇客就知道这个是你的门口，我可以在这个门口里面堆积成堆的货物，或者是我找了一群人围攻你的入口，让你的入口是不能够进出的，那你就等于中断了服务。所以 VPN 的入口变成是你对外唯一的传输连线时，骇客都看得到。这代表什么事情？就是你成为最佳的理想攻击目标，就像总统府大陆复制复刻的一个总统府的样貌。那总统府的每一个结构，他其实都知道，他想要攻进来，他也知道你的结构长相，他可以做很多次的模拟练习。所以，当你的入口成为一个唯一的入口时，它就可以轻易的发动 DDoS 的阻断攻击。当你的企业被这个 DDoS 阻断，或者是这个 VPN 的性能被消耗殆尽，或者是这个频宽它频宽已经被消耗完了，就等于这座桥已经站满人，这个座桥已经垮了，所有的远端的员工都会无法营运，甚至波及对外的服务，营运立即停摆。那第二个情境里面是，如果这座桥它上面是有设计的弱点，或者是设计的缺点，传统的 VPN 像 SSL VPN， 它以 Web 的形式来提供服务。当它以 Web 的形式来提供服务时，如果这个 Web 上面是有漏洞的，它有一个小漏洞，那这个小漏洞它可以利用这个小漏洞就穿越了这座吊桥进到你的内网，那你就必须要等这个 SSL VPN 的厂商提供了修补的软件，补完的软件你才能继续提供服务。所以在这种第二个情境里面是，这个桥如果是有一个弱点，那它可能是很危险的。在这种传统的架构下面，它就有2大弱点，就是它的入口可能会有弱点需要修补，会有压力，会有承载的压力上限。过宽的授权边界意思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横向移动的开放的，就是我在这座桥上面，我可能已经通过了验证，我经过了验证以后，我就等于我进到了这个城堡里面，这个城堡里面我就可以任意的横向移动。传统的 VPN 它其实是这种网段级别的授权，就是我通过授权了以后，我就可以进到内网的某一个地方。那这种授权其实是过于宽松的。那在这种传统的 SSL VPN 里面，它可不可以把它设定的很严格呢？有的产品做得到，有的产品做不到，因为它是以网段为级别的授权，就是我进来以后，我就可以到某一个网段去做存取的动作。如果它要设定的很复杂，那你就要找到能够支援像这样子的产品。如果要支援这样子的产品，你的设定相对的也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于 VPN 安不安全，而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同一扇门上面，是否是聪明的？那我们接下来要从这个视角里面加厚这一扇门，把这个入口变多、变小，甚至是隐形。
那这个就是 SASE 的架构。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 SASE 是如何解决这件事情。第一，它有分散的云端存取以及零信任的存取。好 ，SASE 它抛弃了一个单一堡垒的思维，它不是盖一座桥，而是全球部署了数百个隐形的传送节点。这里我们要先精准的定义一下 SASE 架构，它其实是一个整合性的安全框架。我们可以大致上理解为 SASE 等于 DTNA 加 SWG 加 CASB 加 Firewall as a Service 以及 SD-WAN 的边缘网络能力。而今天我们就是要剖析这个框架的灵魂，零信任存取 DTNA 架构解析，员工的连线被导向离他最近的云端节点 PUB。那企业就不需要再暴露自己的资料中心的当入口。当单一的节点遭受攻击或发生异常时 ，SASE 的平台的全球骨干以及流量调度机制可以动态的把用户切到一个健康的节点。此时，这个营运的风险就从单一个出口成功转移到具有专业流量清洗以及多入口云端能力的云端边缘基础设施上。第二个优势是零信任 DTNA 的核心逻辑，这是消除这个攻击面的一个策略。我们接下来深入拆解 DTNA 的优点，它不是一个功能，而是一套安全的存取哲学。预设隐藏，让应用程式隐形。在 DTNA 的架构下，我们常用的这种网页式的这种内网存取，以及这种我要登录这个入口。它的服务的节点，它就被隐藏在云端上面的，所以对于公众来讲，它是一个隐形的形态。你的入口全部都在云端上面，由云来去做第一级的承受攻击。当骇客扫描在网络上面，他就会找不到这个攻击的目标。这样子，我们就从源头上阻断了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的自动化攻击。这里面每个厂商的做法都会略有不一样，例如反向代理的技术，或者是应用器上面安装连接器，或者建立互相的隧道，所以这里的厂商的做法会有不一样。但是在 DTNA 的框架上面，它必须要先验证再连线，先验证再连线是这里面的核心重点，而不是使用者已经连到了网络，我们才去对应它可以去对哪一些应用程式发生请求。所以 SASE 的云端平台，它像是一个严格的安检站，它严格的强制去验证我们的身份，例如去整合 Okta 或者是 Azure AD， 同时也要去检查我们的设备状态，例如我这个设备是不是公司核准的设备或允许的设备，或者是你可以存取的地点。好，这种多重情境下，所有的条件符合，才为它建立一条专属的加密通道。去存取这个应用程式，最小的存取原则以及微分割 micro segmentation， 这也是这条通道点对点的一个核心重点。从使用者的设备精准的通往它被授权的特定的应用程式。在这里面，我们举例来说，如果我是一个保险从业人员，我拿着 iPad 在外头签完的保单，我要把这个客户的个资以及他签署的内容送回公司的伺服器时，它就只能送到那个指定的那个伺服器，它无法看到或者也无法存取这个伺服器旁边的其他伺服器。它就像一张特定的一张门票，就是如果我只能我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它的规定是你要去3厅5排 A 座的座位，那你就只能去坐这个座位，你连隔壁4厅的门都碰不到。这个逻辑它就像是彻底杜绝了我们在内网里面横向移动的可能。那我们企业里面最常见的，其实像现在的这种勒索软体啊，最近勒索软体变成勒索软体的即时服务嘛，有人可以提供这种勒索软体的即时服务，说，哎，你要去勒索某一个企业，他就用服务的方式提供给你，那你就可以去威胁人家。那勒索软体最厉害的其实就是内网的横向移动。那这个架构就是可以去解决这个横向移动的可能性。这里要补充一点，导入 DTNA 往往采用混合的策略，例如点对点，像 B to B 的 VPN 或者是产线的对接，这种固定东西向的资料同步，我们依然是可以保留这种 IPsec 或者是 MPLS 路线。而对于人与端点装置的存取互动，则是应该要改
变成全面由 ZTNA 来做逐一的应用程式的精准授权，也不需要说我一夜之间全部都要做这样子的转变，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务实的评估，就是谁是最需要远端人工工作作业的，那谁就要优先导入零信任的架构。就像刚刚举例的，我是在外的从业的保险人员，我带着一台 iPad， 我就可以签完保单，那我就要把这个资料回传回公司，那这个就是最需要先导入零信任场景的一个例子。好，那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先去评估我们的入口风险，盘点我们现在对外有多少个 VPN 入口，你甚至可能都搞不清楚你有多少个 VPN 入口。你可能为了一个专案就开了一个入口，你为了一个供应商可以进到你的内网，你就开了一个入口。你也要知道他们防御 DDoS 的能力，以及他是不是用 SSVPN 形式提供的。如果他用 SSVPN 形式提供的，那你的安全更新是不是已经在最新的？是不是曾经有会发生攻击的经验？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盘点这件事情的。我们要知道我有多少的东西。那再来是我们也要强化身份验证的核心，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做身份验证。那身份验证我们可以使用专业的 ID Provider， 我们简称叫 IDP， 那全名是 ID Provider， 例如 LAD、Okta 或者是 Google Workspace， 同时去配合启用 MFA， 或者是同时配合启用 Passkey 或者是 Vedo2， 那这种实体的这种密码金钥，那配合这个实体的密码金钥存取，它是加强存取的方案之一。然后再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模拟啊，就是攻击的模拟。如果发生了一组 VPN 的账号外泄，那骇客他能够存取多少资源？那我们可以帮助你理解说，这把万能钥匙它实际的风险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要做一些改变，你可能就需要去游说你的老板。那你要游说你的老板，我们有一个思考的逻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情境。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范例，就是如果你在林口有一个工厂，然后工厂跟总公司的大门只有这个大门，所有的货车跟员工都从这个大门进出。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骇客发动攻击，他找了一群人把大门堵死了，那整个工厂就立刻停摆啊，这个就是营运风险与压力，这就变成是我们要自己承受的。但是如果改成了 SASE 的架构，它就像你在全球部署的数百个智慧发货场，我们可以想象成它就是虾皮的存取点，到处都有虾皮领货的这个节点。好，所以我的员工跟货车，我就可以导航到最近没塞车的那个仓库，凭借着这个授权的条码，去虾皮领货，我就是要输入一个密码，它就可以丢一个存取凭证的纸条，然后去指派去领那个货出来。所以如果假设有一个仓库被堵了，那系统就可以改变它去下一个仓库。那我工厂的总部从头到尾都没有暴露在风险之中，等于是把这个压力交由专业的物流网络去处理。那这个物流网络其实就是 SASE 的供应商去处理。那这不仅就是更有效率，也是把这种根本性的风险去做转移。好的，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传统的 VPN 是公司唯一的入口，那这种脆弱的入口在网络上，它其实是必须企业自己单独承受这个攻击压力的。而 SASE 是透过这种分散式的云端架构，把这个风险转移给专业的服务商。更重要的是 SASE 的灵魂，它有一个零信任的网络存取，DTNA， 透过预设隐藏，先验证再连线的逻辑，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应用程式被攻击的风险，因为骇客就找不到了这个入口在什么地方。那并用精准单一的授权，我是保险从业人员，我只能把我的保单丢到保单的系统里面，我这个是点对点的授权，彻底取代了传统 VPN 风险极高这种网段级别过宽的授权。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企业的入口该如何设计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考。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深聊 SASE 事件里面拆解它强大的安全引擎，聊聊什么是 SWG 安全
安全网页匝道以及 RBI 远端浏览器隔离，以及如何应用它去保护我们员工，避免遭受恶意网站以及钓鱼邮件的威胁。如果我们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请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是在 YouTube 看到我们，请务必按下订阅，然后按赞、分享、留言。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听到我们，请按下5星好评。我是 Eric，我们下周见。